六皇婶，就是这几个人了。沈飞发现这些人都被关在一起，皱了皱眉头。这些人关在一起，他们很容易串口供的。太子神情一凛，立即看向方郎中。哎呦，太子，荣王妃，最近这后宫送来的人太多了，咱们这儿地方就不太够了。好，咱们开始吧。先带一个人到一个安静的房间。哎，是。沈飞并不想亲自审问，毕竟他还不熟悉。审问犯人的官吏也一起来吧。最先带过去的是皇后小厨房的宫女，她目光冷冷地看着沈飞。沈飞围着她转悠几圈，然后就开始催眠。就这样，原本还嘴硬的犯人开始问什么就说什么，书吏也是奋笔疾书，开始把对方说的话都记下来。刘嬷嬷惊讶地看着这一切，她不明白荣王妃就随便晃悠两下，那个工人就不受控制开始交代。这一刻，刘嬷嬷看沈飞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。沈飞的这一手不仅让刘嬷嬷咋舌，就是连慎刑司里的人都非常错愕。沈飞在慎刑司里一直待到了天色渐黑，那些人才审讯完了。根据这几人的交代，还牵扯出了不少后宫的阴私手段。沈飞不了解后宫的人，所以听到这个上官那个掌事太监的时候没什么表情，但是太子的面色却是沉重的很。好了，总算问完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六皇婶，今天多谢你了。太子已经有了猜测，而且根据这些人提供的线索，也可以顺藤摸瓜，只要口子开了，后面的事就容易多了。沈飞一行人一直往外走，刚走到慎刑司门口，就看到两个小太监拖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。沈飞一眼就认出了，这是白日的那个宫女。等等，你们停下！两个小太监不明所以，他们不认识沈飞，但太子还是知道的，立即过来给太子行礼。太子殿下万福金安。太子，这个宫女不要让她死了，我有事问她。好，这人我先带走，等伤好了，我把她给您送去。行。沈飞坐着轿子打算回荣王府，谁料在宫门口的时候就看到了唐之灵。你怎么没有先回家？我先回过府了，发现你们都没回来，我一个人待着也没意思，就来这里等你们了。好，那咱们一起走。荣王府距离皇宫东城门很近，太子见到沈飞和唐之灵两人的相处，心中羡慕。他下意识的就想起了东宫的司妙兰，他没有这样的感情，到底是他变了，还是他变了？入夜，徐公公悄悄地走进房间。世子，你来呢，把林策叫过来。徐公公今天在晚餐的时候就接到了小福宝的暗示。好的，世子。徐公公悄悄地退了出去。小福宝现在单独见徐公公的机会也不多，毕竟他经常在沈飞的空间实验室内。小福宝现在已经知道了皇后病重，这事儿看似只是后宫的手段，但目的还是针对皇上的。他虽然不满意皇后的娘家赵家做大，但也不想赵家被人连根拔起。皇后现在疯疯癫癫，神志不清，太子妃流产，一下子除掉了2个赵家女。皇后的地位不稳固，那太子的位置就可能会动摇，这是小福宝不能容忍的。至少皇上现在的几个孩子，除了太子之外，他也没有能看得上眼的。2皇子小小年纪就心机深沉，3皇子是个没大志的，4皇子太小还看不出来，但他母妃也不是个善茬。很快吝策就走了进来。参见世子。悄悄联系一下在宫里的人，查一查几个留在宫里的太妃，看看他们有什么动作。是。哦，还留几个封地的王爷，他们现在有什么异常？小福宝从前可是在各地都安插了眼线，所以现在想知道一些消息也是容易得很。单州王自从到了单州就开始筹建王府，也算是忙碌，就是王府现在没钱，已经捉襟见肘了。哼，都秋收呢，你派人去催一下，把单州百姓交上来的钱粮税都送到荣王府，别让他忘了。是。小世子挺好的吧？锦世子很好，长高了还胖了，倒是单州王消瘦了不少。没事，死不了。这次派去单州的人给锦儿再带些好东西。是。
小福宝轻轻地点着手指，猜想这次是哪个儿子动的手。亭州王和单州王的母亲死得早，宫中也没啥人，不会是他俩。那么就剩下益州王和泉州王了。益州王和泉州王有什么动作？泉州那面没什么动静，一切正常。倒是益州王府换了不少人，就是咱们安插的眼线也被清理出了不少，别的倒是没什么。益州王照常喜欢操练府兵。哦，益州啊！小福宝双眼微眯，想到今日对娘亲不善的老太婆，吩咐道：重点查一下葛太妃，还有再派人盯着益州的动向。是。查到的消息立即告诉我，不必报告给皇上，也不要被皇上的人发现，你们注意点。属下明白。好呢，你下去吧，有进展呢尽快禀报给我。令策和徐慧都离开之后，小福宝的眉头并没有松开。他也是难办，对外人的时候他和皇上是一体的，可以一致对外，但是面临内部矛盾的时候，他不得不防着皇上。毕竟那几个不孝子至少得保证他们都活着。入夜，皇宫内寿康宫，太妃，翠环那丫头被人带走了。啊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那丫头没死？是，人还有一口气在。还真是命大。不过这太子怎么会注意到一个小小的宫女？太妃，奴婢打听过了，今天荣王妃去了慎刑司，待了差不多1小天的时间，天黑了才出来的，正巧就见到了奄奄一息的翠环。荣王妃她好好的去慎刑司干什么？这样，你明天派人查一查，这荣王妃是怎么回事？是，太妃。那翠环那里要不要出手？先不要动手，她毕竟是皇后宫里出来的人，我今天好不容易借着她得罪荣王妃的事儿惩罚了她，现在动手太容易暴露了，等人离开咱们宫里就好。是，太妃。宫里的尾巴都扫干净了吧？太妃放心，那丫头一死就是死无对证了，还有她宫外的家人也早就处理了。那就好。从现在往后不要再轻举妄动，明白吗？太妃放心，奴婢明白。老三那边也悄悄传个消息，让他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方嬷嬷离开之后，葛太妃轻轻抚摸胸口，她现在也在回想今日的行动，没有想出哪里有纰漏。就是荣王妃这人，她从前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，现在竟然突然冒出来，还让她有些不安，这个感觉很奇怪。葛太妃沉思片刻，打算先按兵不动，要是这人真的挡道，她也不介意出手解决掉他。仔仔，歇一会儿再走。好。王妃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王妃，我听外面的人传，太子妃之所以会流产，都是因为和你八字不合，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克了太子妃的孩子。无稽之谈，太子妃流产，怎么能怪在王妃身上？这事你在哪里听到的？王妃，奴婢在千百味排队买糕点的时候，就听到一些人讨论了，然后奴婢又去了几个茶楼，发现也有人在议论这件事。去把乔杉叫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沈妃觉得皇上很奇怪，不知道皇后的案子为什么要查这么久，现在还牵扯到她身上，什么脏的臭的都往她身上赖。沈妃对此也是烦不胜烦。皇后撞到太子妃的消息被皇上封锁了，皇后宫里的人全都换了，所以知道内情的人真不多。乔杉很快就走了进来。王妃，乔杉，你先放一下手中的事，去替我查一查，到底是谁在背后说我的肚子和太子妃的相克。是。小福宝也是没想到会出现这个流言，这一招太狠了。这次又是谁出的手？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乔杉已经带着消息回府了。乔杉，可有消息？是呀，到底是哪个势力想要对付我？王爷王妃，属下调查了几个茶楼，然后发现真的有人在特意散播消息，属下派人分头跟踪了几人，然后发现那些人找的是司府的老嬷嬷。司家？难道是司太傅指使的？属下猜测司太傅并不知情，这种手段或许是后宅妇人做的。
那个老嬷嬷是谁的人？还不清楚，属下会尽快查清。不用太急，司府毕竟是太傅府，守卫森严，要小心行事。是。我或许知道这人是谁了。啊，你有怀疑的对象了？应该是司庙兰出的主意。当初因为他在吉吉礼上出了昏招，错失了太子妃之位，现在应该是想借刀杀人吧。太子后院的人不好办呐。谁说不是呢？就是不知道太子妃会不会相信了。还有2个月差不多就要生了，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才好。这一胎很重要，不仅关系到新生儿和他自己的命，还有小福宝的命。他和唐之灵2人是王爷和王妃不假，但是人在京城，皇上的眼皮子底下，从上到下都是皇上的人，说实话一点自保能力都没有。还有太子是储君，关系也分远近亲疏，司妙兰是太子的心上人，沈妃觉得他和司妙兰对上没有胜算。唐之灵，你说咱们能不能去洛阳封地？当然可以了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那好，你找时间去探探皇上的口风，咱们一家去洛阳吧。不着急，现在都到年底了，就算咱们可以去，也要等你生产之后才好动身呢。怎么说也得到年后了吧。这样，你明天进宫和皇上哭诉，把司家派人传播谣言的事和皇上说说，然后借着这个话头引出咱们要去洛阳的请求。对呀，你这个主意好，我明天就去进宫找皇上。